呃，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可以参加 W3C 这次会议，并且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 OpenXR 的一些基础的概念吧。我是刘帅，目前在 Pico 工作，然后主要负责 Pico 的 OpenXR Runtime 的开发，还有一些标准化，然后性能优化的一些工作。嗯，然后今天我的分享基本就一些科普性的，然后我会介绍一下什么是 OpenXR，然后会跟大家说一下是 OpenXR 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然后跟大家简单看一下 OpenXR 的 API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会跟大家更新一下 OpenXR 1.1的一些变化，然后以及接下来OpenXR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 API 加入，然后也会谈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些接入的一些体会。首先什么是 OpenXR 呢？其实 OpenXR 它其实是一整套的函数的接口，并且它需要一个 runtime 来帮助实现这些函数。应用可以通过 OpenXR 的 API 去接入，比如说一些外部设备，然后去渲染它的帧，来获取一些位姿这样的一些数据。然后 OpenXR 最重要的一个点是，它可以助力于开发者去构建一个跨平台的这样一个沉浸式应用的体验。呃，在没有 OpenXR 之前，比如看左边这一块儿，当你需要在一个平台上去开发一款应用的时候，你一定需要接入某一个平台特殊的 SDK 才可以进行。比如说你在 Meta 上去弄，你就需要去接入 Meta 的一个 SDK；你在 Pico 的设备上去开发一个应用，你就需要接入 Pico 的 SDK。但是这些 SDK 之间的 API 命名或者使用方式，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当一个应用想要在不同的硬件平台去做迁移的时候，就会面临着非常高的成本，甚至不亚于重新开发一款新的应用。OpenXR 就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当出现了 OpenXR，之后呢，OpenXR 提供了一整套可以实现这种沉浸式应用体验的一些接口，并且它有统一的命名。而一些设备平台厂商去接入 OpenXR 的这样的一些接口做一个 runtime 的实现，来帮助应用去使用这样的一个 API。那之后有了 OpenXR，应用就可以完全按照 OpenXR 的这样的一个接口或者它的规范和使用方式去构建它的应用。而在迁移不同的平台的时候，的工作量就变得非常的少，甚至可以一套代码走天下啊。目前 OpenXR，当然，如果想要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可一致性的方案，它一定会有足够多的厂商去帮助实现它。目前 OpenXR 已经有了很多的这种硬件厂商去实现，比如说微软、Meta、HTC、Valve、Virtual、佳能、Matchlib、Cherry，还有高通，然后明基。索尼，当然也有Pico，整个这样的一个这些厂商可能已经涵盖了可能大多数的这种 XR 硬件的厂商，来帮助 OpenXR 构建这样的一个硬件的生态。呃，当然了，如果说你是一个引擎的开发者，那可能呃我们现在的比较流行的 Unreal、Unity 和 Godot，他们也在底下的实现去接入了 OpenXR。你是一个引擎的开发者，依然可以在用引擎的方式去使用 OpenXR。当然，你也在一个虽然可能不用特别了解 OpenXR，但是可能也需要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也刚才提到了一些 WebXR，在 WebXR 的这个方向里面呢，我们比较流行的几个浏览器，像 Chrome、Edge 和火狐都已经接入了，把 OpenXR 作为它一个默认的后端来做一个接入。还要提到一个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OpenXR 的 runtime 的一个实现，就 Monado，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源的 OpenXR runtime 的实现。目前呢，OpenXR 呃有了很多的开发者在进行里面一些生态的开发，呃，不乏有一些比较著名的游戏啊和应用，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我的世界，然后
飞行模拟、什么节奏光剑都在其中，都是已经使用了 OpenXR 作为他们一套开发的 API。那么看 OpenXR 能做什么？首先看第一个图，第一个图其实很简单啊，但是会发现我可以看到有一个背景，绿色的背景，有一个蓝色的方块在前面，还有一些小小方块和大方块在一起变化和移动。那这些它都是通过 OpenXR 的一些核心的需求来实现的。那到底怎么实现呢？比如说随着手柄运动的这几个方块，就是 OpenXR 的一个 Action Space 来去实现它一些位置的追踪。当你按了手柄的一些按键呢，它有变换大小，就可以获取到一些 Action 的状态，来识别到一些按键的状态。那前面那个背景层和前面那个小蓝色的方块呢，就是 OpenXR 提供的一些 composition layer，来去做一些合成层，来达到我们每一层的这种一种叠加。然后整个那个方块随着头戴的运动而运动，就是它接入了 OpenXR 的一个View 的参考系，来跟随着头戴的运动，也通过 OpenXR 的一些接口来定位到头戴的一个位置位姿。第二个图呢，也是通过 OpenXR 的核心的这种 spec 的接口，也是可以实现的。它实现的是一种类似于这种混合现实的效果。它就是通过一个environment blend mode 来去叠加到把我们所呈现的这个视频的内容叠加到我们真实的这种 pass through 或者是 video see through 的这个效果上，然后来达到一种混合现实的效果。而这三个图就是通过一种扩展的形式去实现一种 hand tracking， 就是手部的追踪。它可以拿到手的一些节点，来帮助开发者去实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场景和比如说手势识别之类的。那 OpenXR 构建这些东西就需要它的一些概念去帮助我们去构建它，让我们了解一些相关的概念。比如说，首先第一个概念就是扩展。扩展可能相对于是核心 spec 之间的一个对应的东西。核心 spec 就是 core spec， 它里面是要求 runtime 任何一个 runtime 都需要一定实现的一些功能，而扩展是一些 runtime 可选择实现的一些功能。所以当我们使用比如手势追踪的时候，就需要通过 enumerate instance extension properties 来去获取到这个 runtime 所支持的扩展。然后来达到你想要启用一些功能。然后实例 instance 就是代表一个真正的应用，每次应用创建出来之后，它就需要创建一个实例。session 就是一个绘画，当这个应用想要去给这个 OpenXR runtime 去提交一些图像的时候，它就需要创建一个 session 来处理一些 session 一些生命周期和状态。interaction profile 和 action site 就是刚才所说的绑定一些特定的外部设备，然后去获取一些外部设备的状态，如手柄的按键。reference space 参考空间。OpenXR 提供了一些特定的参考空间，来帮助开发者去使用不同的场景。比如刚才那个蓝色的点就是reference space type view 来一直跟随头戴的这样的一个参考空间去做的运动。还有一些local 和 stage， 它们的差别可能在于是否可以调整它的正方向啊。然后可以通过 locate space 来定位到某一个，比如头戴的位置啊，或者是在各种参考系下的那个位置。还有个 view configuration， 这个主要是实现一些 runtime 在你应用来从 runtime 需要渲染的一种类型，比如说你要单目的或者是双目的。frame loop 就是我们在每次应用去提交帧的时候，都需要做一个帧循环。它通过 with frame 来让 runtime 有节奏的控制它的帧率，来进行一些图像的渲染和提交。然后应用可以通过 pull event 来去从 runtime 获取到一些对应的事件和回调的信息。然后当应用去提交帧的时候，它创建一个交换链，来把它所提交的帧或绘制的帧提交到 runtime 进行一个合成。它总体的这样的一个有了这些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组成一个我们 OpenXR 的一个标准的应用。首先呢，我们就需要创建一个实例，然后来选择我们需要的扩展，然后绑定我们
对应的那个图形的 API，比如说 Vulkan 或者 OpenGL。然后你需要就去找我们要怎么样去渲染，比如说现在是单幕或者双幕，然后来创建我们自己的一些外部交互的一些handle，比如创建我们的 action set 和 action 来获取一些手柄的按键，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需要绑定我们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环境，来创建我们的绘画。把之前的 action set 来添加到我们的绘画中，然后创建一些引用坐标系来获取一些位置，来创建 swap chain，准备好我们图像的提交，然后最后就去加入整个 OpenXR 的这种真循环，可以一步一步的通过 wait frame、begin frame、end frame 去提交我们的真，然后来通过 pull event 来查询到我们所有的事件。右面这个图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详细的一个流程，不展开讲，反正就主要还是整个左面这一套流程就可以构建出一个非常完整的沉浸式应用。OpenXR 也会经历了很多这种发展的趋势，从2017年的时候 ，OpenXR 工作组才成立，在2019年到2017年这一段呢，其实整个工作组一直在做一些沉浸式应用对开发者的一些需求的调研，还有这种可一致性的一些调研。而在2019年发布了第一个 OpenXR 的版本1.0，这个2019年到2024年之间一直在对 OpenXR 1.0进行不断的修正、优化，还有减少一些碎片化的这种扩展，来帮助开发者去构建整个一个 OpenXR 的生态。当就是今年2024年的4月份 ，OpenXR 发布了第一个相对于大的一个版本的更新，就是 OpenXR 1.1。当然，这个 OpenXR 1.0里面去减少了很多这种碎片化的开发工作，整个整个工作组呢也在不停的去探索一些新的一些使用的场景。在上面两个目前就是我们 OpenXR 1.1的一些状态。1.1呢会精简了很多的一些开发的流程，然后去减少一些碎片化的开发工作，然后添加了一些更多的更好用的一些函数，然后来帮助开发者去提升沉浸式应用开发的体验。然后未来呢，我们也会一直去助力去减少这种开发的碎片，并且去提高这种应用的可一致性的操作。在社区里面也在不断的讨论如何去更好的去进行这个可一致性的功能。这样我就详细去说一说 OpenXR 1.1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是今年4月15日 OpenXR 1.1真正的去 release。它主要的一些修改，比如说它已经把很多的一些扩展提升到了一些核心的 spec。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因为核心的 spec 是要求让它们必须实现，所以当你一个应用只使用核心 core spec 里面的内容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任意一个只要支持 OpenXR 让他们的OpenXR 的平台上可以进行一个迁移，而不需要一些特殊的工作。所以它提升了很多这样的扩展到了 OpenXR 1.1来减少碎片化的开发。然后会增加了很多这个交互的 profile 里面的一些描述，比如说增加了很多 identifier 和 component， 然后对一些基础的结构体也有了一些补充和一些描述，然后增加了很多的这种 error code 来帮助开发者定位在开发过程中呢遇到的一些问题，还精简了一些 spec 里面的一些描述和一些声明，然后并且加强了一致性校验测试的这个套件，来验证每一个实现了 OpenXR 1.1 runtime 的一些一致性的效果，让每一个应用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达到一个相同的效果。在整个这个1.1中，提升的扩展呢，大概比较重要的是这些。首先是 local flow 是通过把以前的一个跨厂商的一个扩展 local flow 提升成一个核心的需求，它增加了一个新的引用
空间的一个类型，叫 Space Type Local Floor。而这个 Local Floor 就是右边这个图里面所描述的。这个 Local Floor 的这个引用空间可以让开发者可以拿到一个距离地面的高度，而在之前的一些 API 可能就无法去获取到一些对应的功能，而更好的去服务开发者实现不同的一些效果。然后为了让一些可以实现一些比如动态注释点渲染或者是固定注释点渲染的一些功能，把之前的一个 Virtual 的 Quad View 的一个扩展提升成一个新的 View Configuration 的类型，叫 For It Insight。通过这种呢，就可以去实现一种这种 FFR 或者是 ETFR 的这种效果，来减少一些 GPU 的负担。在1.1中呢，还有几个比较大的提升，就是在1.0中的 Palm Pose 这样扩展，提升成了一个新的Interaction Profile 的 Identifier。把这个提升成一个标准的 Identifier Pose 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可以让开发者适应于不同的手柄来拿到不同的手掌的位置，而不必要非要去适应不同的手柄，不同的手柄去修改不同的代码，而达到不同的效果。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把这个 Palm Pose 和我们的 Hand Tracking，做了一个明显的区分。然后后面是把那个 UUID 的这样的一个扩展，一个非常通用的扩展，提升成一个标准的结构体。然后还增加了一个locate spaces 这样的一个函数的接口，来方便开发者同时定位多个空间，来同时返回它的位姿。伴随着 OpenXR 1.1发布呢，其实又发布了一个新的跨厂商的扩展feature。这个 feature 可以帮助开发者去使用一些比较耗时的函数操作，然后让它去返回这样的 feature。开发者可以通过不断的查询这个 feature 的状态，来获取到这种比较耗时操作或者异步操作的一些结果。在1.1中，为了减少开发者的碎片化的工作，也会把之前的一些扩展都标记成为弃用。当然，这些大部分扩展都把已经提升成了核心的 spec 里面去。然后在 Interaction Profile 里面，有什么改动？比如说，已经增加了13个 Interaction Profile 到了我们的 Core Spec 中，然后类似于之前1.0中的Bad Dance Controller Interaction 的这个扩展，其中的3个 Interaction Profile， 现在不需要启用这样的扩展，就可以在OpenXR 1.1中使用了。然后还增加了很多这样的标准的 Identifier， 比如说我们的拇指休息区、笔尖，还有一些trigger 键的一些状态，还增加了一个标准的组件，比如说这种距离传感器，来适应不同的一些输入设备，还增加了2个震动的一个输出的路径，来帮助开发者更好的去提升这个震动的这样沉浸式的体验。在一些工作组呢，也一直在不断的就是去重新修订在 spec 中的一些描述和扩展，来帮助开发者去理清一些问题，并且澄清一些内容。然后比如说 duration，在一些赋值的时候会重新做了一些描述，然后我们的事件 event，重新去澄清了它到底 runtime 和应用到底要如何去维护这样的事件，然后2次调用的这种机制，如何定义的这样的 buffer size，然后并且在1.1中增加了很多基础的结构体，像 RGB 的3种的 color，然后还有一些立方体、球、箱子和锥形，来方便一些，特别是像一些空间混合现实的这样的一些应用来使用这样的一个基础的结构体。还增加2个新的错误码的返回，来帮助开发者去定位他所遇到的问题。一个是权限不满足，另外一个是你所依赖的一些扩展没有被启用。这样的开发者可以通过这些错误码去定位到他所遇到的问题。
当然了，在除此之外，还对整个的核心的 spec 的文档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修订。比如说帮助开发者在文档里面增加很多快速的跳转，来更好的去阅读这样的文档，然后会增加很多一些描述，来帮助开发者去理解整个一个 OpenXR 所要实现的一个目的。那后面整个我们 OpenXR 会加入什么呢？可能会在即将就 OpenXR 1.1或者是1.2中，就会加入到 OpenXR 一些 API。大概就是我们会把除了 Hand Tracking 以外的一些内容扩展成一种全身的那个 Body Tracking 这样的一些节点，然后会增加很多空间实体的一些接口和 API 扩展。然后来帮助开发者进行一些混合现实应用的开发。还会扩展很多这个震动相关的一些接口，比如说通过 PCM 来达到不同的震动效果，来更好的去提升这个沉浸式应用的体验。还会增加一些 controller，就是控制器的一些渲染的模型，来让开发者呃去渲染一些手柄的一些按键啊，或者这种高亮，而不需要自己去集成一些模型这样的操作。然后还会增加很多方便开发者的一些功能，比如说重新去在任何时候你可以重新去绑定我们的输入来去切换不同的绑定设备。然后还会增加 Metal 的支持，来方便在 macOS 上或者是 Vision Pro 来使用 OpenXR 去开发一些内容。最后呢，说一下我们的一些对于 OpenXR 开发中的一些体验。其实我们会在开发过程中发现，整个 OpenXR 这样的一个生态呢，应该是说越来越多的厂商愿意去接入 OpenXR，越来越多开发者去愿意使用OpenXR。所以我们也会，我们在我们的 Pico 4的 Room 590上已经支持了 OpenXR 的标准的 loader，然后来让更多的开发者可以方便的在 Pico 上使用 OpenXR 的应用去进行开发。然后我们也推出了Unreal 和 Unity 的一些 OpenXR 的插件，来帮助一些引擎的开发者来使用 OpenXR 进行开发，来使用一些 Pico 特有的功能。然后我们也在这个整个这个接入的过程中会发现 OpenXR 的 API 也会有一些变化，它会变得更好用。其实也一致性也会更好，因为不断在社区里面讨论如何使用，在不同的厂商里面去做迁移会更加的容易。然后在社区里还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就是 OpenXR 工作组一直在关注我们开发者的痛点，比如说很多开发者反馈了一些痛点的问题，工作组一直在可能一个比较高的优先级去进行一个解决。然后最后说一下，我们可能也会在下一个大的 Room 版本里面去全面支持 OpenXR 1.1。最后呢，提供一些关于 OpenXR 一些基础的信息，比如说你可以通过第一个官网去访问 OpenXR 的门户网站，去了解一些 OpenXR 相关的知识和概念。通过第二个这个教学的OpenXR 提供了一个教学网站，来去一步一步的构建一个简单的 OpenXR 应用。然后通过 API Registry 可以了解一下 OpenXR 的 API 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如果你是一个 OpenXR 的平台的开发者，你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比较著名的开源的 OpenXR Runtime 的实现 Monado。当然也推荐大家去访问 Google 的Pico 的那个开发者网站，来去下载一些 Pico 的 OpenXR 的 SDK，还有引擎的Unreal Unity 和 Native 的 OpenXR SDK，来去体验一下Pico 不同的一些功能。希望和所有的开发者和平台厂商一起构建出这样的一个全新的 OpenXR 生态。谢谢大家。